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呢，与网商有关。我的朋友圈，还有因为咱们频道偶尔呢有油管的朋友问我，到底在德国做网商怎么样？因为我在过去多次提到，中德两国之间的价格相差比较大，大到多少呢？一般可能有5到10倍。所以有的朋友会自动认为，那这个利润是不是也比中国多5到10倍呢？今天就这个话题呢，我想跟大家谈谈我自己的心得，因为我有这个经验，我在德国做过很多年的那个网商，所以我觉得我的东西是第一手资料啊，也是比较可信的。有的网友甚至问我，能不能以我的名义在德国注册一家公司，然后呢，在德国卖他们的产品。这时候我一般都会拒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风险全在我这里。等下我就告诉大家到底有哪些风险。今天节目呢，我想从一个很小的例子说起啊。记得在国内大概6、7年前，我就买过这样一只充电的电扇。当时我记得在网上啊，就是我们国内的网上，这样一只电扇好像要40块钱左右。因为我是从德国回来的，所以我一般会把人民币呢折合成欧元。或者在德国的时候，我会把欧元折合成人民币，对比两个国家这个物价的区别。那我从德国回到中国，看到40块钱这样的电扇，相当于5欧元，我就觉得特别的便宜，便宜的不可想象。但是我前几天在拼多多上面看到有这样的东西卖，便宜到什么程度呢？我简直不敢相信，6块6包邮。而且跟我当初花40块钱买的，在中国买的带到德国去的啊，它的外观设计是一样的，有电子显示，你看这是一档，甚至呢它是电池还有多少几十，对吧？刚才是78%，然后它的电机好像听着正常，至少从一个局外人来说是正常啊。花6块6，我就想无所谓了，买个来试试看到底怎么样。而这个呢，我是会带到国外的古巴去，因为我在当地认识一个朋友，他特别喜欢摆弄啊、修理啊、拆开这种小的电子产品，像这种都是中国出的，他会设法找到，比如说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啊，如果这个电池坏了，或者是电池的寿命到了，他自己也会更换电池。我拿到手之后呢，我感觉这个6块6的东西和我几年前买的40多块钱的东西，外观还有它的材质啊，没有任何的区别。如果是手感的话，唯一的区别就是我40多块钱的电池可能要比这个更大，因为那个比这个稍微重一点，大概重可能15克左右吧，但是它的价格相差了数倍。当然我知道一分钱一分货，你不可能期望6块6的东西能够用，比如说5年10年，对吧？虽然我那个40多块钱的目前还在用着，因为每年也在德国不是特别热，也用不了多少天电扇的，所以呢，现在一直完好如初。这个6块6的，到时呢我就带到国外去，带到古巴去送人。我告诉他，这个是非常廉价的产品，也许质量不好，让他不要认为凡是中国的产品质量都特别差。反正前面说了一分钱一分货，你花的钱少，那你肯定不能够期望它的质量多高，对不对？这一点呢，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认知，不要总是贪图便宜啊！便宜真的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好货的啊。像这个啊，6块6，真的我都不知道国内厂家他是怎么样控制这个成本的，因为里面有个电机，对吧？里面肯定有个很小的芯片，还有电池，还有这些材料呢，还有打包呢，这些不可能都是机器自动完成吧？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这6块6是怎么做得出来的，主要是还包邮啊。在德国这个我专门去看了，昨天这样一个电扇在德国大概是13到14欧元左右，这里是6块6包邮，在德国呢大概是90多块钱，也就是价格相差10多倍。我真的不知道国内厂商这个成本控制怎么下来的。当然，肯定是工人的工资特别低啊，对吧？人工成本是个因素，但是不光是人工成本，我觉得一个完整这个供应链
产业链是一个很大的优势。所以中国呢，因为它的生产规模特别大，为全世界生产，可以呢摊到比如说每个电扇它的成本相对就比较低了。比如说我生产100万台和生产1万台，它的成本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，它有规模优势，规模大，那就可以把成本压得很低。这个呢，对西方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，就是外国人，比如说欧洲啊，他们的产业在中国的竞争下，只要中国生产什么产品跟西方国家造成竞争的，最后呢，肯定是西方国家败下阵来。我估计啊，即使是很不发达的国家，即使他们人工成本特别低，最后他做出来的东西，绝对它的成本要比中国要高得多。所以说，像这样的中国制造的产品还是非常有优势的。比如说，在德国这样一支，而且是比较便宜的啊，因为它是在网上卖，网上的价格比较透明，竟然要人民币90多块钱到100块钱左右。你看，这利润空间真的还是不小。那么朋友们，如果你们认为啊利润空间真的有10倍、10几倍那么大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我开始在德国做网商是2008年左右，那时候我还在德国一家公司任职。当时我就觉得，我想改善一下我自己的收入。当然，在德国，如果你做第二职业，还要经过你雇主的同意。在网上卖货也算第二职业呀。所以我就先问过我的老板，他说可以，没关系，因为我在网上我说我做网商，而且我卖的又是普通这种消费产品，跟原来我工作那个公司他们都是大的那种设备，完全没有竞争性，所以我的老板很爽快的同意了，因为我向他保证，我绝对不会影响我的本职那个第一个工作，而且他也知道我的为人，所以呢没有为难我。好，长话短说，那在德国做网商到底有哪些坑呢？如果啊你在德国没有自己的资源，那么如果你想在网上卖货，一般啊可能你会卖，如果你不是特别懂技术的话，那就是普通的消费品吧。普通消费品生产规模最多的、最便宜的当然是哪里啊？就中国了，对吧？我们有语言优势，我们呢可以跟国内的厂家对接，所以呢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有优势的。如果你的规模做得大，我认为呢，在德国也适合做网商。在德国，我认为啊，如果你要做网商，给你个建议，最好是做批发的，也就是 B to B， 也就是 business to business， 不要做 B to C， 也就是说 business to customer。因为呢，你是面对最终用户，因为是网商，所以你做零售的，你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不比你做批发少。好，我们说到另外一个话题，那就是两国的价格差以及它的利润到底有多高。可能很多在国内的网友根本就不知道啊，以为在国内像拼多多、淘宝这种可能没有多少的税啊，或者是它的佣金也比较少。那在德国就完全不一样。德国没有自己的平台，都是美国的，一个是亚马逊，另外一个呢是 eBay。eBay 在网商开始的时候是最大的啊，但是渐渐的亚马逊超过了eBay，而现在几乎都是亚马逊的天下了，eBay几乎快滚蛋，快倒闭了。在德国，你作为华人，到底你开店有哪些成本呢？在亚马逊，它有月租，也就是你像一个摊位一样，你租它一个摊位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卖每一样产品要给他佣金，也就抽成。我算了一下，过去我那很多年，10多年吧，几乎每一年我给他们的佣金，就是他们平台收走我的，大概是占到我卖价的25%，2成5，这已经非常高了啊。比如说我100欧元的东西，光是他这个平台就抽走了我25欧元，是卖价的25欧元啊。你看，这是最大的头。然后在德国还有一个非常糟糕，那就是什么都要收费。那这个东西算增值税，在德国目前是19%。你想想看，亚马逊它的佣金已经2成5了，加上呢这个增值税又19%，加起来44%。也就是说，你100欧元的东西，
你1分钱现在没赚，就被政府啊，还有被亚马逊抽掉了4乘4，也就抽掉了44欧元。我是以卖价100欧元为例啊，因为你自己没有产品，你不是在德国进货，那就是在中国进货，你有这个成本优势，你可以选很多的其他的商家有对比，但是有一个劣势，那就是你的产品要从中国出口到德国去，是国际贸易了啊，那就有这个国际的运费，然后呢还有德国进口的关税，这2项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比如说以刚才100欧元的卖价为例子，在德国卖的价格是100欧元，包邮的啊。那前面咱们说了，亚马逊加德国这增值税就是44%了。然后呢，进口的成本，现在德国100欧元卖的东西，可能在国内的进价是15欧元左右。然后呢，有国际运费，还有这个关税，我算你运费加关税10欧元吧，因为你的产品也许呢有点重量，也许是空运的，对吧？我就算你10欧元。那么你到现在为止，我看一下我的电脑，不要弄错啊，25欧元加19欧元加进货的成本15欧元，再加运费关税10欧元，然后呢还有在德国有快递费啊，德国快递费相对来说是比较贵的啊。即使你卖的很多，但是你与比如说 DHL 或者是与 Hermes 谈不出很优惠的价格。我算了一下，我过去那些年，如果是按照现在德国 DHL 的那个快件的价格，大概要5欧元左右一样东西，寄一个快件啊，5欧元左右。然后呢，还有包装材料费0.5欧元，5毛钱，欧元的5毛。还有人工费呢，德国又是人工费很贵的，所以算到这样东西上面的人工费又算5欧元吧。还有另外一项，很多人没有意识到，在德国所有卖的东西有24个月的质保，也就是说，即使是这个电子产品，24个月之内有什么问题，那买家可以要你商家给他一个答案，一个是帮他修理，或者给他换新的。像这种东西，你觉得还值得修理吗？加上我自己也不会修理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最后可能，即使他用了23个月了，还有最后1个月，他说坏了，那你得给他一个答案。那这个成本打到每一样东西上面，你卖价100欧元的，那这个质保的成本，我认为5欧元是比较合适的。所以最后呢，把所有这些款项加起来，那你的利润给你的最后就是毛利15.5欧元左右。原来100欧元的，最后呢只有15.5欧元。这就是在德国做网商的整个成本以及利润这个对比。你们觉得像这样的生意好不好做？而且目前呢，在德国也非常的卷，因为呢，在德国，如果你作为零售商，又是没有特色的产品，那么你会面临3方面的那个竞争，一个是德国本土的卖家，另外一个呢是欧盟的卖家，还有一个最大的竞争是中国国内的卖家。因为现在中国啊，国内的卖家商家，很多人直接在国内就上架到亚马逊，比如说德国、亚马逊美国这种外国的平台上面。所以呢，在德国本土的华人啊，如果你想做网商，你真的会面临很大的压力，很大的竞争。就因为竞争很大，所以呢，现在德国这种网商也非常的卷，也就是说利润越来越低。前面我说过，我是2008年开始涉足这个网商，开始做的真的还不错，因为那时竞争比较小，所以呢利润还是比较高的，我做的也非常开心。但是后来呢，因为竞争越来越大，然后利润空间被压缩的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。还有一个，我在德国没有自己的货物那种资源，国内的也没有亲戚朋友开厂的啊，所以呢，我每次我想卖什么东西，先得自己掏钱，在国内厂家那里进货，然后呢发到德国去。但是假如我看偏了啊，这东西我原来以为很好卖，但是我进货之后根本就没有什么销路，最后可能积压在那里好几年，占我的仓库，占我的资金，然后还卖不出去，你看着非常的揪心啊。这处理这种存货也是个很大的问题。
所以呢，我最不建议就是大家做什么服装生意，因为做服装鞋帽这种生意啊，非常的繁琐，你要背各种颜色、各种款式、各种码，对吧？你稍微这个款式，比如说过时了，那明年可能你就卖不掉了。所以呢，后来就再也不敢接触这种服装类的东西了。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质量的连续性不能保障。比如说我在国内看准一种货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卖了1-2年，然后到了第3年之后，我想补货，但是可能厂家换人了，或者与我对接的那个人跳槽了，原来我给他的资料全没了，或者生产的那个人也换了，反正呢有各种各样的因素，最后导致，比如说我3年后再补货，收到的产品和原来产品是完全不同的，质量也不一样了，所以让人特别恼火。但是因为已经出口到德国去了，你想把货把它退回去不行啊，所以最后呢风险还是我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在德国想做网商，这个风险你也必须计算进去。还有，而且是最大的风险呢，不是这个，而是德国律师函。在德国已经形成一个产业，就是讹诈卖家的钱。大家没有听错啊，因为律师最懂得的是什么？法律的漏洞。任何的法律都或多或少都有漏洞。网店这个产品的描述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。在德国，我自己就有经历过2次。当时我卖过平板电脑的保护壳、保护套，它的材质比如说是皮革的或是人造革的，我只写了一个皮革。然后呢，就因为这一个词啊，其实本身没有错，但是他律师来信告诉我，他说你写的这个东西存在误导的可能性，就是说人家买家以为啊你这是真皮的啊，但实际上你的东西呢是人造革。所以有一次呢，我就因为这一个词没有写人造革，只写了皮革，然后呢就被炸了，好像是3000欧元左右吧，反正挺多的。你们知道吗？像刚才我说的啊，如果是卖价100欧元的东西，最后可能它的利润毛利就是15欧元。像我很多东西，它只有可能15欧元左右，也就是每一件东西可能我利润就是2欧元左右。你们想想看，2欧元的东西，这毛利一下律师函，就是它可能是自动打印出来的，最后呢，它讹诈3000欧元，我要卖多少东西才能够有这个3000欧元的利润呢？另外一次我忘记了是什么原因，开店的那几年收到过2次律师函，每次都被讹诈了几千欧元，所以呢，有一段时间我有很深的心理阴影，我每天都非常害怕打开我的邮箱，因为我打开邮箱看到有这个那个律师事务所的那个函之后，我心里啊就崩一下，整个人就崩溃了一样，因为我知道我的天又塌下来了，然后怎么办？我又得找律师啊，在德国你们知道吗？找律师要多少钱？跟他谈一下话，然后呢，他帮你写一封信，这样几百欧元就没了。一个是要赔那边的钱，对吧？那个律师，另外我这边律师，我请他也要付他的钱啊，佣金很贵的。在西方国家最贵就是律师，打官司的时候，真的律师非常的贵。真的在那段期间，我已经精神差点崩溃了啊。后来我就觉得，如果再经过那一次，我彻底我就关店了。但是还没有等到那次，我就关店了，因为随着这竞争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卷，后来我就觉得，与其这样，真的还不如关了。与其每天提心吊胆，对吧？不值得啊！你就那点利润，提心吊胆的，对你的心身健康非常的不利。这是在西方国家，你做一个，不管你是大的商人还是小的商人也好，不得不面对的风险。大的公司，我相信看我频道的肯定有华人的公司，对吧？可能你的公司大的话，你肯定有一个专职律师，你专门请个律师帮你处理这种糟心的事情。因为在德国真的很多法律这方面的糟心的事啊，你是避免不了的。
其实这是个产业链，现在啊，就是专门在网上寻找那些所谓有问题的词语，然后呢讹诈你的钱。有这样的公司，然后他们专门有律师帮他们发信，然后呢，咵，钱就飞快就来了，零本外利可以说啊。所以呢，我真的在德国，我觉得啊，做网商没有赚到钱，但是被坑得很厉害。这是我今后呢，我永远，至少目前的认知是这样，永远不会在德国再做网商了。所以呢，你们在国内，你们知道啊，在国内其实创业要比在德国灵活得多，税收也少得多。特别是像这种小的微型企业，据我所知，好像不收税的啊，对吧？就说你在比如说拼多多、淘宝上面卖了，比如说50万块钱的营业额，可能你1分钱的税都不用交。但是在德国，每发生一笔，即使你是1欧元，都要交19%的增值税，这是跑都跑不掉的。然后呢，还要交25%的这个佣金给这个平台，对吧？也就是44%是雷打不动的。还有其他的成本，刚才我就有说了啊，就不一重复了。所以呢，你们认为啊，看着在德国的卖价那么高，以为利润呢要比中国高出10倍，那如果是这种认知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还有法律方面的风险呢，还有存货卖不掉的风险呢，等等，对吧？最后可能你以为很赚钱的，那到年底可能是卖了一个寂寞，什么都没赚。所以啊，我可以非常肯定的、非常沉重的告诉大家，在德国这种市场非常不适合个人创业。而且我过去也说过，目前我还是这样的观点，就是在德国最适合于呢，就是给人家公司打工做职员，然后躺平，反正也发不起财。如果你没有很高的志向，那就在德国跟当地的德国人一样，当一天和尚那敲一天钟，一生这样浑浑噩噩的过去。而且你还有思想准备啊！如果你想在德国躺平，你的下一代的生活要比你糟糕得多，你下一代的生活可能面对的治安情况比你现在还要糟糕，那你就适合选择在德国躺平。否则，我觉得在德国是不太适合人居住的地方，今后可能更不适合，因为有各种各样的风险啊，比如说治安越来越差呀，还有宗教冲突啊，还有现在可能俄乌危机导致的有战争的风险啊等等，这都是因素啊。好的，朋友们，今天就是给大家说说我在德国开网店的惨痛教训吧。虽然呢我没有破产，但是呢我也没有赚到很多的钱。反而后来，也许呢我是比较幸运的人，我就觉得应该是往自媒体方向发展，多蒙大家关照。目前咱们的频道还可以，我觉得可以更好，但是我自己的那个能力就那么多，所以我完全不能责怪任何人不看我的频道，不看我的那个视频。这个平台是非常公平的，你的节目好，那看的人就多；你的节目不温不火，那看的人也就那样。目前我觉得咱们的频道就是我的频道就这样，有点不温不火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我自己能达到一个天花板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再往前发展，请大家见言吧。另外呢，我还有一个呼吁啊，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访谈，或者跟我视频，然后呢做一期节目，说说你们的观点，说说你们自己想说的话。如果你认为以及我认为适合咱们的频道，我们就放上去。我非常希望呢大家一起参与来做节目，因为只有大家一起参与，才有多样性。你们说呢？好的，朋友们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